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很多人会看空美股，但我不绝对看空美股。我看空美国经济，但我不看空美股。我看美股仍然会有一波行情。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做了一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之后，我在这个位置上就提到过这里面符合 K 线西游战法规律的东西，就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存在4小时级别反弹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回头来看这波4小时级别的反弹，首先我们看到10月6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2根 K 线是干扰性 K 线，然后走8节阳线和沙僧阳线组。那沙僧阳线组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4小时级别在沙僧阳线这个位置上走的比较复杂，但最终呢在昨天走出了唐僧阳线，也就是说行情完全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也就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的4小时级别反弹，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完成。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回到日线级别，我们来看日线级别上，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新站上了白色的这根169日均线，那么意味着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将获得一定的支撑。如果能够回踩并且踩住这根支撑线的话，那么最终可能演化成一轮对称性涨跌的，由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引发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对称性的反弹将会在这里发生。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0月9日这周对于美股来说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同时有一个周线级别上涨预期的，也就是说目前这轮行情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周线级别上它回踩了白色线169日均线之后是有机会做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上涨的。如果周线级别上涨出现新高的话，美股将会迎来新的一轮牛市行情。然后回到比特币的这个 K 线图当中我把这个比特币 K 线图敲出来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我已经讲了有大概1个月了这1个月当中，我们看到10月初10月1日它做了一个假的突破，但在这个假的突破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明显的观察到它突破了白色线波峰连线比特币突破了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是一个结构这里的结构发生突破之后不容易轻易发生改变，所以呢当时我们判断比特币的运行区间将在$28,000到$26,500。为什么给的这么精确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最低点它的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看第一点是26525，我们给出的$26,500只差$25只比它少了$25，但是这个无所谓，基本上我们预测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范围，这个精准的范围就是由前面行情当中结构性的波峰连线和结构性的波谷连线构成的。我们看到这2条连线构成了红色线2个红色线的收敛三角形。我们早就说了这个收敛三角形在10月中旬到10月底，包括在11月初的这个结构当中在11月初的这个结构当中将要到达焦点。那么10月中旬到10月底的行情当中，它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个变盘动作将会突破当前的这个结构将会突破当前的这个结构。同时呢，伴随本月是2023年的比特币月，比特币月有86%的概率能够发动上涨行情，所以呢，我们当时预测$28,000这个位置一定会发动突破。但昨天这里的突破是伴随一个假的消息面的发生出现了一个插针，所以呢，我们在小日线看到一个插针到$30,720，但回踩之后，我们在今天看到$28,000这个位置上是事实上踩住了，所以呢，我们仍然有一个继续的一个多头的预期。毕竟呢，当前行情当中这样的一个结构已经在事实上发动了一个突破到明天早上8点，如果能够继续站上$28,000，将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美股的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在这个4小时级别上完成了一波上涨西游，那么它将会有机会在日线级别上踩稳169均线之后继续上行，完成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上行动作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认为金融市场是一条绳上的几个脉的，包括美股、A 股、比特币所以呢，如果道指继续发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比特币也会有动作去跟随。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早在6月19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伴随后面6到10月份的震荡调整我们认为6到10月份都是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的震荡，也就是说当前行情当中6月19日这根悟空阳线依旧存活
依旧存活，后面的 K 线呢只是悟空阳线遇到的妖怪 K 线。那悟空阳线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上方仍然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些预期。所以呢，本周多头一个非常明显的让这个悟空阳线的伤口得以修复的这个信号发生之后那么我认为趋势上仍然看多头继续表现。在今天的多空数据我们的实时多空数据当中我们看到多头表现还是比较一般，因为我们看到多头在4小时级别的数量和空头在4小时级别的数量基本相当，甚至比空头少一些。那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并且在昨天比特币向上插针的过程当中，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新的低点。我们在周线上这个结构就可以看到在周线的这个结构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震荡长达1年时间。1年时间之后，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它接近了焦点位，那么我们认为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变盘的位置，结果它发生了跌落。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是领跌的，但是比特币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以太坊目前是正在拖后腿，它拖了后腿意味着大多数山寨都会跟随以太坊拖着后腿所以呢很多山寨没有表现的原因是以太坊在这个位置没有表现。那么现在主要的市场热点仍然是比特币和一些热门的山寨。那么这些山寨呢，我们可以通过 iCoin 的这个右上角搜索栏非常简单的看到，包括我们前2天重点提示的 LOOM、TRB BAND Big Time 这些都有提到然后我们今天看这个 LOOM 今天出现了25%的下跌LOOM 这2天我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提示我们就认为它做出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必然会经历一个调整。那么对于它的参与，我们认为将要保持一个，如果能够做出一个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收的动作，那么小日线级别144均线比如说当前这个价格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可以进场参与一个仓位，然后底部设置一个止损。那么第2个仓位进场的方式呢，是等待它4小时级别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吸收，因为我们看到它在日线级别上10月5日这一天走出悟空阳线，然后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它几乎出现了一个力竭的一个蹿高现象到达高点0.5之后出现了回调动作。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收完成之后，是非常有高概率走出4小时级别下跌吸收，回踩144回踩这个4小时级别144和169。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144、169距离它非常遥远我们看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下跌空间。因此呢，小日线它回踩有仓位之后设置一个止损，这个止损是保证本金不受到损失。但是呢，如果它特别强势的话在小线级别这个角度看，站稳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能有一定的获利；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我们止损离场但是一定要分仓进场。那第2个仓位就会考虑到4小时级别144、169这个位置去建仓进场那么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包括日线级别、周线级别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但是根据我们 K 线修战法，一定要把握住几点，就是第1点把握趋势，第2点分仓进场，第3点设置止损这样呢才能容易获得一波趋势上的利润，而趋势上的利润往往远高于追涨杀跌。然后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多空量化策略的表现这个策略我们跑了有1个多月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有回调、有震荡、有上涨，但是我们整体来说是盈利的。我们可以以9月23日开始跑的这个为例，目前已经接近2%的利润昨天是1.5%，今天是2%。虽然赚不多，但是它好在哪儿？好的是稳定增长能够避免插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昨天比特币突然窜到3万美金，很多人高位去接盘，然后低位去抛售它就能够避免这些，能够做到亏损一点立刻止损，如果有获利的话，能够让利润放飞这是量化我们做的 AI 智能量化带给我们的福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